前几天啊，跟一个朋友聊天，他说：“志安啊，你评价过邓小平，也评价过江泽民，评价的还都不低啊。也听说你要评价毛泽东，那你能不能评价这个赵紫阳和胡耀邦啊？这两个人也都曾经当过这个老大，但是后来呢，都因为犯了错误下了台。更何况这两个人跟你们学生好像关系还比较密切。89年正是因为胡耀邦的死，学生才上街游行，引发了89学运。而赵紫阳就更不用说了。”是因为他支持学生，最后失去了党内的职务啊。我个人倒是有兴趣啊，今后咱们慢慢讲。但今天呢，我不想全面评价赵紫阳，我想讲一讲赵紫阳的身后事儿，也包括胡耀邦的一些身后事儿。就这些故事啊，可能也很能折射出共产党的这个统治啊的这个理念和这个基础。大家都知道啊，赵紫阳啊，在1989年这个失去了职务之后啊，就被软禁在北京一个叫富强胡同6号的这么一个四合院里。平时呢，门口有武警站岗，他可以在院里活动，一般不能见外人。但是见外人的话得批啊，有一些他的老朋友啊，这个如果要是见面跟他谈话呀、聊天需要批。曾经有一段政治空气比较开放的时候，允许他出去过一段时间，他到南方转了转，但是。他到南方之后呢，受到了党内的一些高级干部的热烈欢迎，所以呢，北京当局一看呢，就赶紧就收回来了。这可不能再让他出去了啊！他再出去之后，他讲会出乱子，因为他们才发现这赵紫阳啊，虽然说这个被罢免职务了很多年，但其实在党内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后来呢，就是因为他的友人跟他在富强胡同啊，就利用看望他的时机，赵紫阳曾经把他。党内的一些事情口述出来，最后写成了一本回忆录。这本回忆录也是研究64一个非常重要的史料啊。那么2005年1月17号呢，赵紫阳去世了。也就是说，他在89年之后啊，在这个整个这个富强胡同6号院里头过了16年的时光。那赵紫阳死了之后呢，他这个一直没有安葬，他的那个骨灰盒就放在他们家富强胡同6号院里面。因为这个确实也挺难处理的啊，因为当局当时呢就跟这个赵紫阳的家属说你安葬可以安放在八宝山，是吧？但是只能按照正局级的官员来对待。那家人呢就肯定不太愿意啊，因为赵紫阳虽然说没有党内职务了，那毕竟曾经当过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啊。你想想，你要按照一个正局级的官员去安放在八宝山，那是什么待遇？大家可能都不太了解这个八宝山啊。八宝山革命公墓啊，一共有150亩。它分为墓园和骨灰室。其实到后期的时候，现在能够在那个地方搞一块墓地已经非常难了啊。然后墓地里呢就分为1墓区、2墓区、3墓区。这1墓区呢都是副部级以上的，包括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这个墓室里头呢也分为好几个1墓室、2墓室、3墓室啊。这级别最高的也是这个1墓室。这1墓室里头就是什么董必武啊、林伯渠啊，这些人都在这个1墓室里。这其实共产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这么一个体系啊。你像这个八宝山革命公墓里面啊，你这个正部级官员，你这个墓穴啊面积啊，早期的时候规定啊，可以到方圆6米，就长和宽6米。但是你要是县团级的干部呢，就只有2米。那个骨灰盒的那个墓室里头也是一样啊。正部级以上的官员呢，他放在正面，这副部级的就放在2侧。所以你看，他不光是生前讲究等级啊，他死后也是等级森严。那你想想，如果你要是正局级官员，就只能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头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这一个墓室里，也就正局级的那么一个墓室啊。但是你想想，毕竟赵紫阳啊，他在中共历史上，他当过这个共产党的总书记。他虽然说你把他的职务给撤销了啊，但是他的影响力仍然在。如果你要是把它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啊，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说，逢年过节大家都到那去祭拜的话，其实也是挺麻烦的。虽然说你把它放在一个正局级的墓室里，所以当局也不希望它放在那儿，所以就是僵在这里头。就是赵紫阳的这个骨灰啊，一直放在富强6号、富强胡同的6号院。到2013年的时候，赵紫阳的夫人呢就去世了。去世了之后呢，关于赵紫阳啊如何安葬的问题呢，就又提到了日程上。他家属就跟中共的当局啊来协商。最后在2015年的时候就同意他们自行安葬，但是呢，这个日期也是一拖再拖。许多人就在想啊，那为什么说他自行安葬也得需要中共批准呢？
那确实得需要中共批准。他要不批准，实际上你是没有办法安葬的，就是很多墓园是不敢给你安葬的。中共历史上有很多敏感的人物啊，其实这个安葬问题啊，历来如此。你比如说这个逃到海外的一些叛徒，比如许家屯，大家都知道啊，也是中共的一个高级官员，89年之后叛逃到美国去了。但他其实到了美国之后啊，也并没有做特别出格的事儿。他跟中共啊之间有一个所谓的约法三章啊，然后呢，他死后啊，他的女儿就把许家屯的这个骨灰啊，就带回到，就好像江苏吧，就希望能够跟他的夫人一起安葬在，就落叶归根嘛。但是呢，他安葬的时候，当局就不让安葬，说你等通知，等什么通知啊？就等中共高层的通知。就中共如果当局不批准你，你真安葬不了。大家都知道刘冰燕89年的时候叛逃到美国去了，是不是？后来呢，他也想落叶归根，去世之后也想归葬这个国内，但是后来就一直不批准呐。最后批准了之后，把他安葬了北京的天骄这个墓园啊。但是呢，刘冰燕曾经自己想写在墓碑上的那段话就不能写，他曾经想写这么一段话，就安葬在这里的中国人，他做了许多应该做的事情，说了应该说的话，这段话就不让写在墓碑上。最后呢，刘冰燕的那个墓碑啊，就变成了一个无字碑，什么都没有。但是就是许家屯连一个无字碑都不可以，都不允许啊。所以啊，你要知道，就其实就是这些敏感的政治人物啊，要想安葬，其实都得需要中共中央的中办批准。中办如果不批准，说实在的，你想安葬也安葬不了。大家都知道四人帮里头那个赫赫有名的王洪文，是吧？王洪文也是曾经当过中共中央主席呀、副主席呀，那也是权倾一时的人物啊。他后来是死在了秦城监狱，死在了秦城监狱之后，他的骨灰到现在还没有安葬。这王张江瑶这4个人呢，其他3个人都安葬了啊。这张春桥安葬了，但安葬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不知道，就是完全不清楚，也没有公开啊。那姚文元呢，是跟他自己的夫人安葬了，但是墓碑上只写了他夫人的名字，没有姚文元的名字。江青呢，当时就更特殊了啊，他当时去世之后呢，就是一直没有安葬，就是李娜保管了他的骨灰。后来到2002年的时候，就是山东省啊那面诸城市啊，一直想把江青的骨灰安放到这个山东，因为这个江青是山东诸城人。但是呢，李娜就比较犹豫，就觉得好像诸城那地方比较远。后来呢，他当时啊就跟这个江泽民啊，我就请示，就问江泽民，就说你不要安葬在这山东，万一有点什么事情呢，是不是也不好照顾？还是安葬在北京吧。最后江泽民点头，这江青啊才在北京的福田公墓啊安葬了。当然也没敢用江青的名字，就写了江青的原名叫李云鹤。这福田公墓啊，实际上也是中共啊办的一个公墓。就中共的大家都知道大名鼎鼎的八宝山，但是福田公墓呢，是后来因为八宝山呢越来越拥挤，其他人都进不去了，怎么办呢？就在北京的西郊这个地方搞了一个福田公墓。一开始这福田公墓呢，也都是一些安葬的一些社会名人，不批准进不去。后来呢，普通人也可以安葬了啊。大家都知道那大将许光达是安葬在这个福田公墓。更可笑的是，就是那个在上海啊杀了6名警察后来被判了死刑的杨家也安葬在这个福田公墓。这李云鹤也就是江青就安葬在这个福田公墓啊。要说这些敏感人物啊，他其实有的时候不能被随意安葬了。确实有一点我觉得可以理解，比如说就担心被别人破坏。你像江青粉碎四人帮之后啊，大家这个共产党这个舆论立刻就把他变成了一个四人帮的这个首犯，而且呢就觉得好像他陷害毛泽东，所以民间社会里头有很多对江青是非常怀恨的。所以你要是这个时候要随意安葬的话，可能确实搞不好墓碑给砸了。你可不知道中国的这些民间的这些红卫兵啊，这能量啊，就是那八宝山的那个革命公墓里面，实际上有很多墓碑啊，包括墓葬啊，当年在文革期间都被砸了。文革期间一共被毁坏的墓葬有100多座，甚至有的人墓都给起出来抛尸在外啊。大家都知道那个革命烈士瞿秋白，瞿秋白的墓建国之后迁葬到八宝山，结果文革期间红卫兵进去之后就把瞿秋白的墓砸了，之后又把他的尸体啊从墓地里头给弄出来了，就抛尸在外，其实非常惨。所以你就知道，其实这个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啊，这政治运动对死人的这种干预的程度啊，
所以你看这个赵子阳啊，死后啊就一直都没有安葬。我猜啊，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就中共呢是怕赵子阳啊，其实他安葬了之后，他那个地点啊会成为一个大家去祭奠的这个中心，所以就你就过个几十年再说吧。且不说他安葬了，就是赵子阳实际上没有安葬，他去世之后的这十几年，这富强胡同6号每年到赵子阳的忌日或者是诞辰日，总有一批人到那个富强胡同6号那个地方去祭奠。那每年那个时候就这个地方有很多武警啊拦着不让大家去。其实去的人越多，其实中共当局啊对这种场景他其实是越不高兴，甚至是越恐惧，所以他就不希望赵子阳你要安葬了之后啊，你那个形成一个老百姓祭奠的这么一个所谓的中心。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怎么处理，你用什么规格去安葬他。假如说赵子阳，对吧，他毕竟当过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你就是当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去让他安葬，那有的时候让人觉得共产党这个其实政治斗争啊残酷无情。因为大家都知道政治人物啊，他毕竟有一个礼遇，哪怕是跟你政治这个有分歧啊，最后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不共戴天的结局吧，但最终也有个礼遇啊。大家你都知道这个项羽和这个刘邦是不是两个人斗了一辈子，最后这个项羽被刘邦消灭之后啊，那有人把那个项羽的身上砍了几块送给了这个刘邦，刘邦当时还看见了这个尸首之后还痛哭流涕，而且还把项羽也算是安葬了啊。那么这就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基本的政治伦理。毕竟这个人在历史上形成过非常大的影响力，起到过非常大的历史作用。所以你中共怎么对待赵子阳，这其实也成了一个对于中共来说很难办，因为你要安葬赵子阳，你就涉及到一个对6·4的评价问题，这没法评价。这事情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场风波，不能提，他也不愿意提，所以赵子阳的目的就僵在这儿了啊。后来呢，在2019年，赵子阳和他夫人的墓就被安葬了北京啊天寿陵园。这个墓区啊，离北京的城区啊有60公里，非常远。然后呢，它是一个民间墓园。那么赵家的这些人呢，就把赵子阳安葬在这里。那个墓前放了一个10吨重的一个石碑，那么写着赵子阳的一些这个名字。而当时呢，赵家的人跟这个中共的人做了约定，就只能自己直系亲属参加，而且墓园那个规模也不大，非常小。我看了那个图片中间，墓穴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墓穴，但是安葬之后还是出了问题啊，就是这个民间社会有些人知道赵子阳安葬这儿之后呢，就陆续的有人去祭拜，就尽管这个地方离北京城区非常远啊，但还是有人去。后来呢，这事情就敏感了。你想，19年之后就是20年，对吧？20完之后就是这个疫情，但这个过程中间，就是在1周年之后，这赵家的子女啊，去到赵子阳墓地去看的时候，就发现赵子阳的墓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什么变化呢？首先是他的墓地周围啊，就种了一圈青松，就把它围起来了，你在外面你看不见了。其次呢，就是在那墓碑前后左右的安了摄像头。这中国不愧是摄像头大国啊，连赵子阳的墓碑前面都装了摄像头。那谁去祭拜，你在那个地方，那一清二楚，有关部门都给你录下来，对，形成一种强大的心理压力。所以他那个墓园呢，就变得越来越封闭。这是这个赵子阳的这个墓区的情况啊。我在想啊，中共的这些高级领导人，尤其是天字1号这些领导人，这几个人归宿挺有意思的。你像老毛是放在了毛主席纪念堂水晶棺里，这将来早晚也要重新安葬，是吧？只是什么时机啊？这个将来咱们专门来讲啊。剩下的是吧？邓小平和江泽民就把骨灰撒了，这周恩来也撒了，刘少奇也撒了。那么剩下的几个人没撒的，就是一个胡耀邦，还有一个华国锋。因为毛当时建国之后啊，曾经讲过，说我们都是无神论者，共产党员第一要火化，然后第二把我扔到河里喂鱼就行了，然后还带头签字，是吧？但事实上，等到老毛这批人开始去世的时候，这些人心态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包括八宝山的革命公墓。早期的时候，大家都把以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荣，但是你可以看一下啊，八宝山革命公墓有两个有意思的趋势。第一个就是天字1号人物，就是老大，从来没有安葬过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就是这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是你当过这正国级的官员的，比如说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啊、国家主席的，都没有进这个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就八宝山革命公墓呢，就是一般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喜欢安葬在这里。但是这些年还有另外一个趋势，就是有一些比较高级的领导干部也不愿意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了。这里头也有2个原因，一个就是那个墓区里头越来越挤。说实在的，其实早期的时候还能弄一个比较大的墓园，比如说当时大家都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头这个第一墓就是人臂石墓。那人臂石墓，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看到那个规模还挺大的，因为刚建国嘛，地方比较宽敞嘛，没几个死人嘛，所以就建的比较怎么说呢，比较这个气派吧。等到这些年，一共150亩的这个八宝山革命公墓已经不堪拥挤了。那么在这种时候，你要想在那个地方搞一个墓穴已经非常难了，最后就基本都进了那个墓室。但是墓室说实在的，就是那个这个骨灰墙上有一个抽屉，抽屉上有几个字，字上有一个这个照片，仅此而已。对于很多家人来说，可能觉得这种形式啊，还是有点怎么说遗憾吧。所以啊，在这个粉碎四人帮之后啊，邓小平执政之后啊，有许多高级领导人就陆陆续续的把自己的这个骨灰盒啊，从这个八宝山迁出来了。比如说像习仲勋，就安葬到陕西的富平；那彭德怀就安葬到湖南去了啊。包括像这个叶剑英安葬到广州，然后呢，侯耀邦在这种时候呢就安葬在了这个共青城。侯耀邦当时是89年啊，当时这个叫猝死的，他其实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但是他去世之后呢，他的夫人李昭就跟中共中央商量，说能不能让侯耀邦安葬在这个共青城。说2个理由啊，一个理由是这个侯耀邦的先祖早年是从江西迁到了湖南，应该说他们家的家世渊源最早就是在江西。第二呢，就是侯耀邦啊早年啊就是在江西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时候啊做过很大的贡献。更何况他做团中央书记的时候，这个共青城的建设，他呢起到了很关键的重要作用。后来中共中央就批准了。那么在侯耀邦去世之后的1年，也就是90年的时候，就在共青城啊找了一个山，挺气派的，给他建了一个墓园。这墓园占地面积可相当大，现在他的墓园已经成了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而且还成了好像是文物保护单位啊。这华国锋也挺有意思。华国锋大家都知道，那毛去世之后钦定的接班人，然后后来邓小平呢把他搞掉了，他一共当了那么3-4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啊。但是华呢，他本身呢权力欲不是特别强，所以他当时被解除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之后啊，邓这批人对他总的来讲还是比较善待的。第一，他永远是保持着这个中共中央委员的职务，而且历届召开党代会，你可以看一下，华国锋永远坐在主席台上。而且呢，是生活待遇啊，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在北京一个非常大的4合院里，一般的中共中央的委员显然享受不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条件啊。和华国锋去世之后，他的子女呢就希望能够把华国锋啊这个迁葬到他自己的家乡，就是山西的交城县。后来呢，就在山西的交城县那有一个非常大的山，在这山上建了一个华国锋的华陵。这华陵光台阶365节啊，就象征着1年的365天。他那个墓顶上是一个画鼎，这鼎呢是5.5吨，代表着他55岁当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啊。这华国锋的这个墓地建好了之后，当时曾经引起过很大的争议，因为你想想，你毕竟是建了那么大的一个陵园啊，据说是这个规模跟中山陵都差不多。然后呢，华国锋你在历史上又是一个有争议的人，所以呢，其实也有很多人在说，你这建了这么豪华的墓地，你跟民间社会你推行的这种减葬的风气，你这个让老百姓作何感想啊？所以当地政府就出来解释说，这个华国锋的陵墓啊，一共就花了1200万，那怎么可能呢？是吧？我看那个墓地的那个标准，没有1亿下不来啊。那广场前面那个大铜像，那就非常高啊。后来呢，有一段时期，就是19年的时候，当地政府好像是还想把这铜像拆了，结果当地老百姓还不答应，是吧？双方好像还因为铜像的事情还产生过一些冲突啊。最后啊，我想说几点啊。第一啊，就是中共号称自己是一个无神论的政党，但其实你看他的政治运作，他其实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是个有神论者。你想，老毛去世之后被弄到了那个毛主席纪念堂，那尸体放在水晶棺里让别人瞻仰，这其实哪是无神论者，这是有神论者，这是造神呐。因为如果是无神论者，我们都知道了，一个人如果死了，他这个意识也就消失了，这个遗体啊，说实在的，跟那个人之间就没有什么关系了。那最好的方式就把它火化了，了不起你要是瞻仰他，你弄个墓地而已，你为什么要把他那个遗体放到那个地方？
这是典型的有神论。说句心里话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就共产党号称它是砸烂旧世界啊，消除人类的不平等，建立一个平等的世界。但其实你看现实生活中，它的是个等级森严的体系。这种等级森严不仅仅体现在活人，也体现在死人里。那华国锋的目的叫什么？叫化陵。化陵墓啊，那是古代只有封建帝王才可以叫这个陵墓的。更何况你可以看到了吗？从华国锋到胡耀邦，到这个所谓的这个毛泽东，这些当过共产党天字一号人物的这个陵墓啊，其实都是比照着封建帝王的标准的。那毛泽东甚至比的古代封建帝王还不得了，他的墓地是建在了中国的天安门广场的正中间，对吧？你别看这邓小平、这个刘少奇这些人把骨灰撒在大地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不留这个墓地啊，但其实把骨灰撒在中国大地，这本身也是一个帝王级别的这种待遇。一般人你谁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资格啊？你说你把这个骨灰撒在中华大地上，所以那也是一个比肩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的处理方式。第三点，就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啊非常残酷，大家都知道，对政治对手，一旦要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啊，轻则失去生命，重则小命不保。而且呢，这种政治斗争一旦失败之后啊，不仅仅是在生前，甚至会延续到死后。所以你看那些政治斗争失败的那些人啊，有很多人死后之后想找一个安葬之地都不那么容易。就包括像那个姚文元是吧？他死了之后连名字都不能写。包括康生是吧？他其实活着的时候还是文革啊，死的时候老毛还说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登上台之后对康生恨之入骨啊，把康生的这个骨灰盒从八宝山弄出去，还被那些老干部的家属都给砸了，是吧？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共产党的观念中间，政治斗争没有止于生命，就是到死之后还要继续。第四，咱说回到这个赵紫阳的这个墓葬啊，就是说赵的墓葬成为了某种历史的宿命，因为对于中共的历史上如何评价6·4，这也就涉及到赵紫阳的墓地如何处理。我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啊，就赵今天安葬那个地点，将来早晚有一天会被迁葬，会迁葬到一个大致符合它历史定位的那么一个墓穴里。但是在这之前，赵的这个墓地虽然被安葬在北京非常荒郊野外的这么一个民间墓地里啊，但是在6·4没有重新评价之前，仍然会有很多人到那个地方去凭吊它，他的墓地啊也依然会成为一个敏感之地。